有请主持人赵钻。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请到的哪几位老师，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娜娜老师，欢迎。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家庭的高级副总裁徐伟老师，欢迎。著名的心理专家白岩宇老师，欢迎。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胡丽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吧，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2个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虽然他比我大10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并不务实，他越来越做不到他承诺的那些。他的要求总是很高，很过分。毕竟比他大10岁，很多事情由于生理的原因是做不到的。他总是以年龄来说事情，让我觉得他特别倚老卖老，对工作和生活一丁点追求都没有。我现在经历过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说很多事情都办得非常平淡，所以说我追求的是平淡的生活。我觉得他特别以自我为中心，总是去抱怨他周围的工作、同事和家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觉得离我想要的生活太远了。我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他而想，我也不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是这样。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张先生，40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女嘉宾杨女士，30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今天好像是女方要来解决问题的是吧？是的。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我们刚开始是想奔着结婚去的啊，然后现在随着相处的深入和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发现我们之间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而且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到我们本来想要结婚，然后我想给他生孩子。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真的让我觉得支持不下去了，我觉得走不下去了。好。
上周四的时候，我从做完兼职回来的时候，我在外面走了4个小时啊，从5点到9点，我们不让拿手机，然后他跟我可能处于一个失联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我们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兼职的4个人，2男2女，都在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们都当时已经很鸡飞狗跳了。不是你们兼职干嘛呀？兼职就是做什么保密工作吗？还不让拿手机？推广的活动，推广活动就是一个啤酒的推广活动。我穿了一个足球宝贝的衣服，然后是分体的。当天降温了，特别冷，我在外面走了4个小时。为啥要走4个小时？你有推广啊，就是每一家店都要去跟客人说我们这个酒的活动。他就是因为找不到我，他可能很担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下的楼来等的我，然后等到我回家的时候，那时候9点多。当时已经是9点半了。在我们的地方9点半已经就是黑天了，黑天之后呢，我找不到他活动地点，我就下楼等他啊，因为天很黑嘛。完了，结果他开车从远处过来了，我看车里面坐2个人，一开始我以为是女孩呗，因为出活动的嘛。结果下车2男的，那当时我看我肯定懵啊，我肯定得问他这2男的是谁，是干什么的？他当时没有这么温柔，在大街上就像骂街一样啊，这2男人谁啊？就是那种特别凶。特凶暴，而且也不止1次了。当天我冻了4个点吧，在外面算是，然后回家我就发烧了，边发烧他边质问、咆哮，就问我那2男的是谁。总而言之就是说，主要是他，你男朋友对你也还比较上心，对吧？可是一个往好里说是比较上心，还吃醋；往坏里面说就是有点不太信任你呗，就这么点事儿吗？是相当不信任，因为在此之前有过2件事情啊。发生过挺激烈的争执。我们在和他的2对哥们儿吃饭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攀谈，就是说了一会儿，当时他就不乐意了，因为当时都是我的朋友的哥们儿在一起，你就是全然不顾身边有人，你就在那儿跟一个男的在聊天，聊着语音微信。我想这一点你是不尊重我就罢了，而且我的同事都在那里，你让他们怎么想我？对不对？有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你只是一味在聊天，我不知道你聊天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什么你们互相不满的？等到第2次再因为这个异性的事动手了。嗯，那次动手踹到我肚子上，我疼了3天，肚子疼了3天。因为当时吧，就是反正也是这同事在一起吃饭之间，他是在一次学习中认识了一个男孩吧，因为他出活动嘛，要给男孩介绍一些业务往来。完，当时吃饭点赶得也巧，那个男孩就给他发这个微信这个语音视频，他就接了，他说了足足有15分钟，也是当时我们在一起吃饭的啊，就他给他接这个微信语音视频，接了15分钟，我当时就是不愿意了，骂了他，但是当时我没先动手，是他先动手打我。你好好说，你怎么骂的？你是不是夹枪带把，还有直接说父母了？因为当时我非常气愤。那你们俩还谈什么恋爱呢？就是别谈了呗。但是他就一直总是在哄着我，总是在道歉。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在觉得他这种大块头壮壮的，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我觉得他能保护我，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可能受了太多伤，受了太多欺骗。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挺诚恳的，但是结果我发现他特别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特别王子病。我不知道是跟原生家庭的，不是王子病是什么病啊？没听过。以自我为中心，就觉得我最大，你们都错的。你们要是不对我热情，你们要是不达到我想要的样子，他就非常不乐意，非常不高兴。是吗？不完全对吧？他自己不觉得，我感觉没有，因为他自己说王子病，我感觉我是独生子，然后他是家里头上有3个姐姐，他得的爱肯定是很多。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能抱怨，就说我们在处对象的时候，他就说啊，为什么你的朋友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说要什么反应？他说那我的家人朋友知道我处对象了，都请你吃饭，为什么没人请我吃饭？你看我这些同事啊，哥们知道我处对象了啊，都想见他，完了不断的请我吃饭，反而他那头家里面朋友啊，什么闺蜜什么的，一点反应没有。我感觉你不觉得你自己有矛盾吗？你觉得我不应该在外面抛头露面？可能看我抛头露面吗？可能在你那些朋友面前、闺蜜面前，我本来我也不喜欢你都把我已这些经说的，可能是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说他们也不想见我了。我问问啊，您为什么离的婚呢？第一段那个对这个问题，主持人我还想说一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每次我问他为什么离婚的时候，他不给个明确的话，就是仔细的过程他都不说，我就觉得他有刻意隐瞒的内容。
好，因为什么？前妻比我大4岁我不到5岁吗？这4岁5岁差几个月呗。行，你要听我往下传行不行？行，你接着说。他比我大4岁因为我之前有3个姐，他也说过了，我认为就是我前妻能照顾我一些吧，但是我也不是需要非得人照顾人，但是我发现结婚之后吧，我前妻就是跟我想象中的那种不一样，无论从这个生活方面呢，还有这个沟通方面呢，就平时单位有些什么事情回来跟他不得有正常沟通吗？出个主意什么的，他也不能给我正确的一种分析一种判断，加之吧。我俩因为一些琐事吵架天完了我前妻就是拿那个电视遥控器，就是撇过来了，完了就从那次之后吧，我俩的感情就是破裂了，完之后就是离婚了。行，你前妻跟他身上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吧？暴力方面我感觉有点行，听起来2个人其实都有互相的一个共同的指责对方的一个点，你不为我想，你不为我想，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最好的照顾，所以其实走了7、8个月下来，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个人，因此现在就出问题了。到底是情感观念有问题呢，还是我们之间有问题，还是没碰对了人，还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一上来的时候，那个姑娘哭成泪人了，已经话还没说，哭成泪人。我想这得多大委屈，多大的事儿啊！我听完以后，我没觉得怎么样啊。就我发现你在通篇的叙事的过程当中，你习惯性的把很小的一点芝麻大小的事儿，然后放到很大很大，就用一个词形容，就你自己内心戏很足。就是一般这种内心戏非常足的人呢，就容易陷入一种境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呢？自我感动、自我催眠，就是你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习惯性的把自己认为是对的、自己认为好的、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的身上。你认为的，你觉得这个事儿，天哪，这事儿太大了，这事儿这怎么能这样？我就完全我活不下去了。可是这件事儿对于常人来说，大家都一样，就是你总是在纠结小事儿，纠结一个小点上面。你应该把自己的格局放大一点，就3个字儿。想得开，放轻松，6个字儿，想得开，放轻松。以后的生活当中不要着急，然后也不要凡事较真儿，把心胸放开，把眼界放得远一点，你很多问题就不会这么纠结了，好吧？不要再陷在自我催眠和自我感动中了，醒醒啊！好，祝你们幸福。谢谢莎娜老师来，徐总，说你们俩6个字别着急，别勉强。当你的男朋友把自己工作上认为很烦恼的事情向你吐露，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他觉得能从那儿得到同情，或者说至少帮他开解，你没有，你觉得他不上进，你对他的要求过于的多了，或者说你越要求这样，其实他越不知道怎么样，反而给他的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说你看不上他就不会对你信任。这就会发生了，说几个异性来送你，其实很简单的社交的这种礼仪，但他会觉得是不是你有外心了？会不会那些人更优秀，又比我年轻，然后又积极向上，又很阳光，对不对？所以说他的不信任也是由你造成的。你太着急了，7、8个月而已嘛，我觉得可以继续慢慢处。如果说对方的小事你是可以接纳的，并且呢，你觉得是有前景的，不要着急的去想用你的这种情绪感动他，没有啊，你哭了他依然莫名其妙的看着你，你怎么了？他不懂啊。反过头来，你懂他吗？既然上一段婚姻有过类似的伤痛裂痕，我们就更不能着急了，更不能勉强了，明白吗？慢慢来，放轻松，就这样。好，谢谢曲总白老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这女孩跟赵传老师越说话，我这心里边越发毛躁。反正我想，哎呀，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回味了一下你所有跟赵传老师的对话当中，我就会发现，你特别有一个习惯，你喜欢纠正别人，就是在细节问题上，你特别的喜欢去纠正。
然后或者补充。然后不管是说5岁也好，4岁半也好，还是赵川老师说的任何一个，你都要去纠正一下、补充一下、完整一下。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场子里边，你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唯一的正确。但是你真的正确吗？他在那儿，这个朋友要说，哎，我见见你的新女朋友啊、未婚妻啊，大家都很给他面子。然后这个时候，您在那儿一吃饭就有语音，一吃饭就有语音。然后你不管谈什么事情，其实和他刚才说的，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在朋友面前没面子，好像我的女朋友不拿我们这当回事儿。就这个核心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个诉求，你当时正在处理的那个事情是最正确的、最紧迫的。然后这位先生，我也想说，他30岁，你40岁。你认为他对你不是特别的认可，以及他的家人朋友对你可能不太接受，然后以及你认为他身边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年轻的异性都造成你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都有可能是带来威胁，你怎么就活得这么没有种呢？你怎么就活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让自己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就活的位置这么的低呢？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位置，你把自己摆得如此之低的时候，你只能通过2件事情来完成你们关系的一个安全。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也把他拽得跟你一样的低。如果他不服，你就开始用暴力要去制服他。所以让我感觉的就是，如果你觉着你真的没有这把子力气能够 hold 住比你小10岁又漂亮、生活又积极，然后又丰富又精彩、社交能力虽说自说不强，但其实很强的这样一个女孩，你如果没有能力去 hold 住她的话，您自个儿掂量掂量，不是所有的美好的我们都有资格或者是有能力去销售得起的，不是的。谢谢2位。好，谢谢白老师。来，涂老师，你们俩一个神神叨叨，还有一个就是恼羞成怒。如果你们俩并不享受这段感情，你们在这段感情当中从对方身上所照出来的都是自己的缺点，那为什么要一起痛苦？好的情感是通过对方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从而自信起来，有希望地奔向将来的生活。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并不享受。你是太脆弱，太敏感，太患得患失，随之就神神叨叨。年纪并不大，才30，穿着得很青春，脑子里全是腐朽。你以为一个很壮、很壮的一个男人就能够给你安全感，你就想为他生2个娃？我的天哪，你这什么想法呀？一个男人最重要的给你的安全感是让你自信、快乐。他既不能给你带来自信和快乐，还往你肚子上踹一脚，你还想给他生2个娃？你脑子在想什么呢？怎么这么幼稚和天真呢？你好歹也是一个过来人了，你怎么对婚姻还如此的不慎重呢？可能还是很……你以为表面上看上去成熟稳重，但其实这个男人因为家庭的原因有3个姐姐，好像他从上一段婚姻当中也没有总结经验。其实他幼稚得很，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将你的自信、阳光保持下去，甚至能够引导你有一些人生的历练，所以他根本不适合你。你还是去找一个消化得了你的吧，他消化不了你，你明白吗？男生，那白燕一老师他说的不够直接啊，就是你消化不了他，你吃不了这嫩草。你坦率的来说，虽然你40，但是你上一段婚姻你也没有得出太多的人生经验，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也操之过急了。说实在的，你数次被他惹得恼羞成怒，你没有办法去抚平他，更没办法抚平自己，那你就把自己先保全了，好不好？啊，分开吧，就这样，听话啊，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啊。
啥对联来着？你那6个字是？放轻松想开。别着急，别勉强。横批算了吧。哎，咱就凑字儿是吧？其实，因为第一时间短，时间很短，7、8个月是吧？不那么痛心。第二是通过今天这个节目，你们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也明白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们就掂量掂量合不合适嘛。你要的是一个老大哥，恰恰找了个小弟弟；他要找一个大姐姐，恰恰你是个小妹妹。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没法过。好了，咱们一起进真情60秒。无论怎样，即使咱俩相处7个月也好，但是我相信咱俩之间的感情都是真的。对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骗你。希望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咱俩之间这段感情。今天我也知道我的毛病在哪里。其实刚才脑子里闪回的全是为对方做饭啊，那些细节啊，就是生活里面快乐的点滴。但可能我觉得要真正的为2个人为自己负责，为对方负责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段感情了。我很感激这次来到这里，让我和你都成长了。好，请亮灯吧啊！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来，有请。你有话跟他说吗？我希望他尽快能成熟起来，不要是总一味的去要求尽快的能成熟起来，跟您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不要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吧。这句话送给你啊，希望仙儿尽快的成熟起来，早日找到你喜欢的小妹妹，好吗？谢谢您，请回啊。谢谢你对我曾经做过的一切，也非常感恩你对我的好。我觉得刚才一瞬间我突然明白，我好像对你真的太苛刻了，而且我好像真的太自私了。对不起。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伤害你了，也不想让你觉得你真的很不好似的。就这样。好了，这也算是一份祝福吧，希望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我们2个现在越来越不像谈恋爱了，他对我已经越来越不上心了。我不是对他不上心，因为我们2个家境相差太大了，他也不肯带我去看他的父母。我觉得我们2个没有未来。平时我也有找兼职工作，可是他却什么都不做，只知道打游戏、打篮球。我觉得他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我是学校篮球队的，打篮球为了比赛嘛，空余的时间我也做过兼职，确实没有他挣得多而已。然后他就说我不上进。我家里人希望我可以出国留学，我自己也希望我可以出国，但是他却不理解，他就说出国不好，想让我陪在他身边。我接受不了异地恋，他做兼职的时候有很多异性跟他接触。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金，21岁，来自辽宁学生，有请小金，有请。女嘉宾小曲，20岁，来自山东学生，来，有请小曲，有请。好，欢迎2位啊！好，谈恋爱谈了多久啊1年半了。1年半，是大学同学吗？是。今儿你要来的是吧？对。
怎么了？说说吧。我们两个在一起1年半了嘛，然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学校的篮球赛，然后篮球赛的时候你是打篮球的，他是打篮球的，然后我在台下就看到这个男生打球好帅啊，然后就通过我的同学吧，然后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就这样认识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他对我特别照顾，领我去逛街啊，然后看电影，领我去见他的朋友啊什么的，就是我很享受说我在外面可能会比较强势一些，但是在他面前就是可以做那种小鸟依人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和他说一些我的想法，我想问他怎么了，他就是这种不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他也不提分手或者怎么样，也不和我吵架，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们可能就是我要面临着出国呀什么的，但他就是不同意，我就希望他能理解我，然后支持我。听明白，怎么回事？老呀哈的啊？我性格问题吧。性格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性格是那个性格呢？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们俩家境相差那么大嘛。有多大？他出生在大城市，而我属于乡村那种。不是你哪个城市？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哈尔滨的。你呢？辽宁丹东。丹东好啊。我家其实属于农村的。那有啥呀？因为农村就靠种地啥的，每年维持。这是传统的这个农民之家是吧？一年是靠收庄稼来维持家里营生，是这意思吧？你们家呢？也是普通家庭，父母上班这种。没有做买卖的。我爸爸就算是做买卖的了。是做买卖的吧？啊，丹东对吧？你们家一年的这个纯收入啊，我指的纯收入有2万吗？就2万多吧。行，就是你自己在心里面你掂量掂量，你们家的收入哈，比这个是不是有好多倍？我不知道我们家收入。行，所以对于姑娘来说没有概念，对吧？她是完全没概念的。你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多少钱啊？生活费嘛，4000、5000这样。你算吧，她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是她家1年的纯收入。这就是2个家庭的差异到底有多大？我们一个数据就看出来了。这个你以前不知道是吧？那没什么呀，那是他爸的，不是他的孩子啊。就是他现在喜欢的化妆品，比如口红啊，买一支都300-400块钱。你说，对于我这种家庭呢，我一个月我得多省吃俭用才能给他买一个。可是我从来没让你给我买过呀。而且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买得起啊。现在小姑娘不都爱美吗？我也想给你买呀。那是你看到的别人好吗？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说，就是说因为你的家庭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我去找你要过什么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都还年轻，就是可以自己努力赚来的。我也不希望花我家里的钱啊。你们俩现在努力在挣钱吗？有啊，对啊，那不是挺好吗？他总嫌我挣的少，没有他多，然后在他那儿就以为我是不务正业那种。那你打游戏也算是就是务正业是吗？你打游戏也不算。我打游戏我就玩那一款游戏，而且跟我的爱好有关系，因为我打篮球嘛，战术什么的，在游戏里可以轻松的体现出来。而不是教练说的那么繁琐。你的意思是你把游戏当成一个篮球训练的辅助手段，是这意思吗？对，这么先进了都。我听说过飞行员这么干啊，但是职业篮球运动员好像没一个是这么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穷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不上进就是你的问题了。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外面做的兼职是关于就是礼仪模特这方面的，然后就肯定会去就接触更多的人，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和我异性朋友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特别不开心。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我认识那个同学的时间比他认识的还长，当天我去出活动，刚好在商场里面。我就想说活动结束了，我工作完事儿了，然后想叫他说一起出来吃个饭看个电影玩一玩。他当时就在玩游戏，然后就是回我消息也回得特别慢啊，然后就不理我。
刚好我那个同学就在附近，我就说那就你就陪我一起出来呗。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去在那种商场里的移动 KTV 里面唱个歌，然后那个就照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了，然后他就一直抓着这件事情不放。俩人在一个小的封闭密室之中照个相，那我怎么想啊？可是我既然敢把它发到朋友圈里，就说明我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谁还没有几个异性朋友，你就敢说你没有吗？我跟谁照过相了吗？你是没照过相，他都把聊天记录删得可干净了。我看他那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备注是妹妹，然后就互动特别亲密，然后我就想就是可能是他家里人，既然是妹妹的话就可以加个微信，然后没事问问什么的嘛。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女生的那个微信，加了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受不了异国恋。就是如果他出国，你们就分手是吧？是这意思吗？真的，哎，你像个爷们儿一样，你说出来行吗？如果他出国，我就跟他分手。在出国这个问题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亲戚在国外有这个很好的条件，而且我有好多同学，他们也都在国外，我可以就是出去以后，我觉得就算是对自己一种锻炼吧，不管是就是交际还是语言啊什么各方面，而且回国以后也可以，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同意，就是我出国来考研究生。你希望即使出国了，你还能跟他这段爱情能继续下去？对，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他都不带我去见他的父母。我觉得这他一出国，如果我俩发生什么小争吵的话，这我找不着人了。你要求过要去见他父母吗？要求过，他说现在时候不到。我就不是很想说我家里人过多的来管我的这些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除非说真的咱们两个走到说结婚这一步了，我才说一定会去领你去见我的父母。所以说现在其实在你心里他只是一个男朋友是吧？对，并不是一个结婚的对象，对吗？我希望说我们俩可以继续下去走到结婚这一步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让我没有办法就是走到这一步。他现在就是马上要毕业了，然后还每天就是打游戏，然后就对自己的这个计划就是一个想象，就是只是说出来而已，他并没有什么行动。也就是说，女生看不到男生在毕业之前为未来的生活在付出一些什么，因此女生现在有一个出国的机会，女生想抓住这个机会完善自我，但是女生的顾虑是说，我出国之后我们俩这段情感怎么办？男生给出的态度是，如果你出国我们就分手。所以两个年轻人在这个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了，是这意思吧？那就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一点就是，总觉得有一种感觉是，一个人在前面跑，后面一个人在追，然后两个人对感情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男方呢，就是有一点破罐子破摔了，我就这样，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你家那么有钱，我就自卑，我也配不上你。
我现在就觉得，一开始我就觉得，可能你真的是因为家庭原因、原生家庭的原因，有一些这样的心理负担。但我现在听下来，我越来越觉得你是在拿自卑说事儿，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而把你对他的感情看得太轻。那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借口是什么呢？就是我配不上你嘛，对吧？你条件那么好，你又要出国，要我干嘛呢？所以那我接下来对你的态度就是这样了。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一点是什么呢，小伙子？如果你要是真的受不了他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活状态的话，你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他，我们不合适，你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位。但你不能用在感情当中这种拖拖拉拉不理不睬的状态来应对他，这样对你对他都是伤害，对你的心智也不是一个健全的发展，明白吗？对女生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她的这种的可能有原生家庭的原因，所以你有很多的话语，有很多的行为，你自己觉得我不是在跟你炫耀，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你说我们家在国外有亲戚，我们家就是有这样的条件，在他看来可能就是炫富。所以这就归根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活的背景决定两个人未来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忙着说考虑要不要分手，还是这个要不要出国继续在一起，这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相互真正的理解对方，相互信任。信任是一定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明白了吗？否则永远达不到信任。好吧，祝你们学业有成啊，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来，曲总。有的人说呀，大学就是交友、谈谈恋爱，顺便读读书，但是这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和即将毕业，你还没有一个方向呢，赶紧找方向。相反，你跟你女朋友应该学的就是她已经明确了自己方向了，出国可能是一条路子，说明她已经正在照自己的方向去努力了，而你呢，还在彷徨呢，还在那个虚拟的那个游戏世界中享受自我，不够了，明白吗？所以说，把头3项事情做好，后面事情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那是缘分，那是机缘。但很多时候接触到了社会之后，复杂性多了，然后你面临的事情人都多了，还是他吗？那个合适的人不一定。所以说不要想那么多，把精力花在应该花的地方，自然你们的感情也是得到了一个顺利的一个发展，明白吗？顺其自然，就这样。谢谢曲总。来，白老师。两位好，我觉得男孩你特别善于绑架。你刚才说，如果他出国，我们就结束；他不出国，我们的恋爱就继续。你在用爱情来去试图绑架这个女孩子她的选择。然后你说我的贫穷或者是我的出身，
所以是我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自卑的状态的一个缘起。你又是在用出身财富来去绑架你的父母，请问你承担得起这些结果吗？这个女孩子如果真的被你绑架成功了，她不选择出国了，你能给她想要的那种人生了就？但那个时候，她既没有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又不能够从你这里去获得更多的丰厚的情感上的这样的一种满足。那你到时候让这个女孩子情何以堪？你为她真的想过吗？你凭什么用你的爱情的这种说法来去绑架她？你自己现在大3的学生，你不好好的去学习，不认真的去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成长当中有可能需要去奋起的东西，然后你说那我自卑，所以我看见他们吃喝玩乐，他们每月零花钱都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那我穷，我们家里怎么样。你爸妈再穷，一个汗珠子摔8瓣把你供到大学了，这是多么的伟大，你凭什么去指责他们呢？你不为你自己的人生去负责，却要用他的牺牲，你父母的卑微来去成就你自己。我觉得小伙子，如果生活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够挺直腰杆做人，你也永远不能够去赢得你对面这个女孩对你的尊重。谢谢二位。好，谢谢白老师。来，涂老师。门当户对不在物质上，在每个人的心里。一个男人可以暂时的贫穷，可以暂时的事业低谷，但是不能让女人绝望。如果说男生认为我的贫穷将成为我注定的耻辱，成为我的负面，那你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你永远站在他们面前是卑微的。但如果你内心是有自信，我能够追求到我幸福的生活，那你就会认为女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不是她自己。而对于女生来说，如果你一直认为家境对于你来说是你目前恋爱也好，婚姻也好的一个标榜自己的筹码，虽然你说那不属于我，但你分分明明在享受着，你时刻在依赖着。所以如果你们自己内心做不到彼此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就不要一个假惺惺的低调，一个自卑的埋怨的没完没了，好吧？好好想一想，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财富有很多种，财富有太多种，钱只是财富的一个部分。白老师跟你说那话，你记住，就是一对父母用自己的汗水，一粒汗珠砸8瓣下来把孩子培养大的，这样一种财富，有很多家庭是不具备的。这是我送给你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我们现在年轻人把成功的标准全衡量在钱了，所以行了，分手就好好的说分手，告诉对方我们曾爱过，但是我们现在不合适就分开，别找那么多的理由。来，各位一起去真情60秒。我觉得老师说的挺对的，有些东西我不想承认，也确实是在我身上存在的。所以其实可能相处时间越久，越发现彼此的不合适吧。我觉得你需要，我疏忽你太多了，你需要去更好的地方。请亮灯。好，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来，请关门，请开门。挺好的，这个结局挺好的，就真实的面对了自己，真实的面对了曾经的情感，我觉得比那个虚虚伪伪的要好得多。明明爱情已死，还将就着，非要在这儿将就着，上演一个所谓的这个感人的浪漫，
这样多好啊！把事儿说清楚，请记住啊，这段感情不是因为谁家有钱谁家没钱而分开的，而是因为恋爱当中的2个人真的没有用心的去感受和爱对方。有网友提问说，在家带宝宝2年了，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同事，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和老公矛盾也越来越多，我别无选择，都快抑郁症了，我该怎么办？想告诉您的是，我们人的一生都是从无到有，您现在生活的现状显然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当中，所以您需要努力地充实自己，变得更优秀了以后，和老公的矛盾自然也会减少。祝您好运。这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